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主持人詹书涵。好，马上要来介绍的是我们本节的来宾，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欢迎我们来宾的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台股没有开盘嘛，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连假当中，但是呢，日股有开。而且开了个大红盘，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利多，就是高市早苗，它出现了，现在日股狂飙啊，预期呢高市早苗会推出新的财经政策，所以日经指数成功站上了47000的一个大关。那我们也知道高市早苗其实它是蛮有台派的，所以呢，民进党现在外交靠美日现在到位了吗？好，那高市呢，他主张的是强化台日的实务关系，那我国的官员就表示深入来合作，促进共同的利益。你想要促进，但人家有没有想跟你一起促进呢？那这个很难说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到呢，是国策研究院的副院长郭玉仁就表示了，日本呢，将会把这个岛链连接到台湾，成为明确的一个防空反舰的走廊，也相信呢，台日的海巡合作会有一个新的高度出来。那当然呢，我们看到了现在绿营这边好像一片都觉得非常的棒啊，这个高声的喝彩啊，也说稳了啦，这个高市早苗当选这个日本自民党总裁，所以呢，亲台的路线将会再度的崛起。那郭国文又怎么说呢？好，高市早苗当选，本质就是延续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个路线。那么台日的这个友好，比起过去呢，可能会更加的友好。不过现在我们当然呢，不能否认高市他应该是有台没有问题，可是他对中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可能更加的关键吧。你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对中又硬起来呢？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呢，高市早苗外交问题，如果遇到中美之间的这个角力，会不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来看到高市月底他会跟川普来会面，也有望跟习近平来过招。那当然就是因为南韩的这个 APEC 会议的一个部分。那现在呢，纵观整个挑战，其实呢，很多会不会新政权又变成一个短命政权啊？那现在呢，高市他可能还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巩固美日同盟哦，美日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稳稳当当的这样子走下去？因为川普面对中国的部分，可能搞不好他们两个大国之间也有他们的一个协议存在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到，随着川普来推动的是全球贸易秩序的重整，美日同盟关系其实也很紧张。你看这个关税大刀对日本也没有太客气的耶，所以真的很难讲你美日同盟到底有没有这么稳固哦。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学者就说，高市早苗对中的政策有他个人的色彩，将会求一个稳定。那如果是稳定的话，那台湾之间跟我们的关系有没有这么稳就很难讲了哦。所以说呢，刚刚就提到，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对中国态度够不够硬，而不是对台够不够友善哦，可能是我们更需要来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再来看到大陆外交部，他其实很简短的来回应，希望日方呢对陆的这个态度是积极理性的。然后呢，我们来看到中方回应真的很短，但是讯息量其实很大，外界就解读说这个应该是有含一些警告的意味哦。好，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大陆的学者就这样说了，高市会延续所谓的安倍路线，但是我们看到川普 1.0 的时候，日本面临美国经济的施压，那安倍政府维持美日的这个稳定，也积极改善对中的关系，那现在已经是川普 2.0 了。那现在这样子的话，日本面临的挑战也是一样非常的大。那我们再来看到高市早苗当选党魁，那过去他当然多次都表态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哦，听起来好像是蛮坚定的。那高市呢，其实也曾经向美国智库强烈的关切台海的和平稳定，但是现在人到了这个位置上，会不会有转变的一个状况啊？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川普版的台湾战略有2大支柱，有限的承诺加上这个离岸的一个平衡。那美国不再出兵协防台湾吗？那时候说如果要协防台湾，可能要花上半个月还是1个月的一个时间，不是吗？所以呢，这个这样子是不是这么的一个及时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日本会不会总是看着美国老大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呢？所以高市的态度能不能继续稳定下去，真的很难讲。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呢。
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呼吁呢这个华府的部分，美国学者这边呼吁华府的部分，不要把台湾当成是亚洲战略的核心，不要过度的来高估台湾的重要性，更要为台湾可能沦陷来做一个布局啊。所以可能不是要帮忙守住，而是说你守不住的时候要怎么办了，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跟论述了。文基大使，我们怎么来分析？我想日本的基本上看台湾不是从友好不友好的问题这角度来看，而台湾对日本有什么利益啊？那高市早苗他曾经讲过台湾的存亡万安危关乎日本的存亡。这是很多日本右派的一个看法，是跟日本的生存跟什么兴衰都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事实上从1895年以后它就能够维持这个台湾海峡的畅通，跟台湾东西两边水域的畅通，这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基本上就从1895年以后，他们就日本一直享受这个台湾海峡跟这个台湾东部水域这个日本这个所有的原物料这个运输的两条生命线的一个畅通，是日本能不能够维持，他说跟日本存亡有关。这个就是日本右翼，而且甚至大部分日本的战略学者都这样认为。所以台湾跟大陆的这个一直从1949年以后还继续维持的这个对立的关系跟日本的存亡是有关系的。如果台湾跟大陆两边同属一个政体的话，日本的生命线随时会被卡住。所以呢，日本是非常希望台湾怎么讲呢？跟大陆继续对抗，然后呢，帮他保持台湾海峡的畅通，以及台湾东部水道的畅通。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台湾在过去几十年帮了日本大忙替日本看守了他的生命线的畅通。结果呢，我们还有很多人说我们要感激日本，是日本要感激台湾，我们要跟他收保护费的。我倒说没有必要啦。不过说实话，日本是恩将仇报啦。日本过去10年，每年从台湾赚250亿到300亿的这些什么讲？这些所谓的外汇这个贸易顺差，日本人从来都不讲一句话。我们台湾的各个政府从来也不敢吭气。从来不敢吭气，我们跟日本贸易就是让日本赚钱，我们从来没有想从日本赚到钱，我们还要感激日本。我常常从战略角度，日本应该感激台湾为什么台湾一提到日本，好像就觉得哇，我们可以依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对这个认知啦。那将来我最近才看了几篇学者的文章，在讲高市早苗以后上任以后那么台日关系怎么走向？有2点，一个是既有的，也是高市早苗他一直在主张的，日本政府也在做的。一个就是双方的安全这些方面的这些所谓的合作，有一个机制，有一个会议的机制它可能会从这个非官方的提升到半官方，这样子给台湾的这个赖清德他们一些鼓励，表示日本重视你安全。那其实还是空口说白话。另外一个比较实质的，就是台湾的跟日本的经贸连结这个部分，它也会想要办法加强。那加强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日本到台湾来投资，日本现在到台湾投资都是投资什么？投资百货啦，投资这些服务业啦，投资什么这些便利商店啦，那些都是日本可以很赚钱的。另外一个，他希望经贸连结是什么？是加强在芯片上面的合作。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的在日本的投资的，我们的台积电在日本叫日积电，可能熊本1厂要变成熊本2厂，那可能将来还有3厂。所以呢，他对台湾的这个经贸的这些尤其我们芯片产业的这些吸收可能不会亚于美国的力道。好，真的不能台湾面对日本总是面子里子全都给了。那亮哥呢？刚刚来到我们现场，亮哥我们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不要太高估啦，因为你看安倍晋三嘛，他第2次组阁的时候，安倍晋三也非常亲台而且那个时候日本自民党加公民党在国会还过半，
那安倍晋三在日本自民党的分量多大？那安倍晋三有非常亲台吗？你可以去盘点嘛。安倍晋三上台之后，那个靖国神社就不去了，对不对？那他有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吗？没有，是麻生讲的。麻生是副首相，可是他绝口不提了。安倍就不讲哦。那至于这个郭玉仁在那边想说，哎呀，台日会有军事合作，你不要做梦了啦，连安倍都没有，高市早苗凭什么做得到？你要知道现在高市早苗的处境啊，他自民党加公民党只有215席，哦，那过半要233，他缺18席嘛，啊，你要结盟维新会，维新会要跟你要条件啊，他要求大阪要立为副首都，那你要结合国民民主党，国民民主党也要跟你要条件啊，所以其实就内部来讲，他要稳住局面。恐怕他还要兼顾啦，就是自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意见，比如说小泉进次郎，比如说岸田文雄，比如说菅义伟，很多啦，你要兼顾很多人的意见嘛，哦，所以你说他会贯彻他个人的意志，我觉得这个太高估了啦。你去想一想，连安倍都做不到，安倍是他的老师安倍是分量这么重的人，还做不到，他凭什么做得到？而且日本现在的局面比安倍那个时候还要糟糕现在是川普要来割韭菜的时候，他们10月27就要见面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跟中国关系搞差，那日本的经济怎么办？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多的底气了，我觉得这些都是高估了。比如说日本跟台湾目前是海巡在合作嘛，可是你不要忘了，海巡不是军事啊，海巡是海上保安厅，那个是警察的部分啊。那个有可能啊。其实台湾跟日本做海巡合作也是很奇怪的啦啊，因为常常是我们的船被抽啊，而且我们的船大部分都是被日本抓啊，而且要花大钱赎对回来。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海巡署现在跟日本在做海巡合作，是说未来我们台湾的渔船日本比较不会乱抓，是不是？这个恐怕要讲清楚吧。那你说海巡之外会不会往上到军事合作？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想太多了，一定是秘密合作，一定是啦。比如说郭玉仁讲到军事情报，这个有可能，因为这个都是秘密的啊。可是你说要台面化，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啦。事实上，我跟你讲民进党的立委，这郭国文不懂就不要讲话了。民进党立委有一个叫陈冠廷，陈明文的儿子啊。陈冠廷在国安会上过班，昨天他也是被问同一个问题。陈冠廷的回答就跟我一样，他说大家不要期待太高，人家高市早苗有法律的限制，有实力的限制，你不要一股脑就觉得高市早苗铁娘子来了。我跟你讲铁娘子没有国会过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了。你就像英国的柴契尔，为什么能当铁娘子？他国会有2/3的席次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想太多了啦毕竟国际关系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到时候呢仰赖日本变成了梦醒时分了。岳谦老师，民进党高兴的太早了哈，因为中日之间的关系其实才是真正会影响到台日的关系了。我们看一下客观的事实，日本跟中国的经济占日本的这个总额20%，而中国跟日本的经济只占5%。那你看谁依赖谁？日本是非常高度依赖中国，而中国却不依赖日本，因为日本跟中国的贸易只占中国的5%，而中国跟日本的贸易却占日本20%，这个影响很大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日本跟中国大陆的经济断不起，但是中国可以断得起跟日本的贸易，这是差别。而如果中日的贸易出问题，日本的整个经济就崩下去了，垮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整个经济总额快19兆美元，而日本4兆美元，所以大陆是
日本的4倍多，快到5倍了。那你想想看，在中国的眼中，日本是一个小咖，不是一个大咖，是一个小咖。虽然在我们台湾来讲，日本是大咖，可是在大陆的眼中，日本是一个小咖。在国防的军力来讲，大陆是200万的军人，日本才20几万。所以如果高市早苗他敢去到靖国神社去拜鬼的话，那中国大陆会给日本的压力会大到高市早苗承受不了。而且不要忘了，日本的经团联他们跟中国，因为他们等于是几乎要靠着中国过日子，那他们很大的一部分依赖中国，而如果他的政治人物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的话，他们本身会给这个高市早苗施加压力，绝对不会少啊！我觉得，我们就看嘛，看到时候他敢不敢去拜鬼。我相信他不敢去。可是他之前话说得很满啊，他说不管我是什么职务，我一定会去。啊！可是记者有问他，不回答，他不敢回答，他不回答，就不敢讲了。对，这一次因为当选之后就不讲，因为他很有可能会当选，很有可能会当选，而且他也想要当选，他就不敢讲了。然后选举的期间不敢讲，当选了以后也不敢讲，这难道这个讯号还不明显吗？所以我觉得绿营的，你看不清楚这个讯号吗？这个看不清楚，那就是脑袋有问题。好，那有人会说，哎呀，日本的股市旺得不得了啊，那惨了。为什么说惨了？因为他的经济主张走的是安倍路线，所以他不会再管财政健不健全。所以他在竞选的期间，他说我不会考虑财政健不健全。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现在债台高筑，那日本之所以能够依靠的，主要还是什么？依靠是他们的人民买他们的政府的公债。那以他的立场来说，就是日币要继续贬值。对，你知道吗？问题川普反对啊。对。对啊，那你日币要贬值的情形，然后他还要日币怎么贬值？就印钞票嘛，对，再发行公债嘛。那当然股市就开始往上冲了嘛。那各位想想，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川普怎么去跟日本人说，哎，你要贬到什么时候？160啊，170啊，180啊。那这个时候你看高市早苗怎么去面对川普？那5500亿先拿过来，然后关税的问题搞不好还有松动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它没有很大的空间啦。那另外有关于你说中日的关系，我个人觉得高市他没有筹码，而且中国大陆的态度很简单嘛，就你算老几啊？你的经济跟我来讲，你算老几？你在军事上，我没事，我的船就到你的国家，在那边绕来绕去，我的航母就到你的国家去绕来绕去，我看你敢不敢支持台独？什么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你再想看看，你再说我的航母就到你家去了。好，真的当选之后，面对国际情势的这个角力之下，真的是绝口不提友台了吗？进广告。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詹淑涵。带你来看到的呢是川普对他们国内的动作又加剧了，而且冲突当然也非常的多。好，我们就来看到呢，现在川普暴力威逼啊，在移民执法的部分再度的升级起来，冲突也跟着升级。所以我们看到了川普授权300国民兵到芝加哥地区，结果呢，女子呢持这个枪械就被这个枪击了这个状况。那我们看到呢，包含这名女子在内，一群人驾车冲向移民暨海关执法局的车辆。结果这个ICE干员呢，随后呢就在这个布莱顿公园社区，以胡椒喷雾还有橡胶子弹的部分，和数十名的抗议者展开了一个交火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整个对峙的情况呢，冲突的场面非常的多。那当然呢，也引发了这个民众非常的不满，甚至也直接对着镜头就叫嚣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当时说了些什么。This is Bryant Park. This is not a war zone. We're not right.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好，其实他说的非常清楚哦，我们这里不是战区耶，是被你这个搞到好像是战区一样，真的现在像战场一样啊！这个联邦探员竟然搭着直升机就突袭了芝加哥公寓，学校还丢了化学炸弹，所以女子一直大喊的就说这里不是战区，但是呢被你们搞成战区，这是一团混乱的一个情况，怎么会把自己的国家搞得好像战场呢？真的是看了一头雾水的一个情形。所以呢，现在芝加哥的抗议情势正在这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国土安全部长呢就想说要进到市政大楼如厕，被拒绝了。我们来看一下画面。Interesting. 好，当然，如果是我也觉得不行啊！你把我的这个家园搞得一团乱，不可以。然后他就说：“好的，谢谢。”然后转身离开。好，这就是现在呢，整个美国的状态已经被搞成非常的对立，然后非常的这个冲突的一个场面了。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就是被贴上战区的标签，那也是刚刚我们看到那名女子一直对着镜头大喊说这里不是战区然后被你们贴上这样子个标签，所以呢，这就是川普硬要派兵到芝加哥，州长就控诉这个共和党是刻意要制造混乱。那我们就来看到呢，这个州长是怎么说的。好，伊利诺州的民主党籍的州长呢，就在 CNN 上头呢，他就指出，川普真的是在火上加油，没有解决问题，他们让芝加哥变成了战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到政府官员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呢就健身，那川普还甩锅，美军持续的苦哈哈。美国防长率了3000多人在做伏地挺身，还破这个金氏世界纪录。那我们也看到呢，他们就是率了3000多人一起做1分钟的伏地挺身，打破纪录。那当然呢，川普就说支持你呀，我们也支持这个军人可以这个怎么样加薪啊等等的啦。好，但是呢，只是喊一喊而已，只是喊好玩的，因为他说呢，因为呢这个要帮你们加薪这些东西要先解决是什么？就是民主党了。所以呢，川普呢指控民主党希望把所有的国家预算都给这个非法移民。所以呢，我一边喊着说好啊，我支持帮你加薪啊，但是另一方面说可是从中作梗的不是我我必须要先解决这件事情。那你不就是喊爽的而已吗？好，那再来看到的是川普这个人还真的是挺会找乐子的那为什么说他很会找乐子呢？好，我们看到了。现在呢，1300万的美军遭到欠薪，他们军眷还要排队领救济结果呢，我们来看到白宫发言人就说了，已经有这个军人的家庭呢，在这个清晨5点开始排队，希望能从基督教的青年会的食品发放处领取到救济食品。那对于这个困境呢，到底有没有要解决？那川普就公开宣称说，这一次的停摆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也使得他可以削减一些他个人不喜欢的联邦官僚的一个机构。结果这个机会被他解释为成为他可以大开这个屠刀的一个时候，可以来这个就是把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处理掉。那他自己找自己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他的80岁生日祝寿。他其实也才刚过完生日没多久吧，马上就想说他明年要怎么庆祝了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格斗赛，所以他就说哇，我明年呢白宫的这个格斗赛6月14号要来登场。这个时候还在顾着自己快乐，你加薪你自己去想办法吧，我这个现在要想的是我要怎么为自己庆生了。所以呢，他就说了，格斗赛明年6月14号，白宫的南草坪要来举办，是他的80岁的一个生日。而且呢，不知民间疾苦的还有什么？就是他们国内通膨高涨不得了他们这个关税涨价潮开始显现了，消费品的价格一直迅速的攀升起来这个民众都还要这样子蹲在这里写标语了，结果他现在还在想着庆生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关税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因为我们看到了最高法院判川普关税是违法几率高达80%
那川普任命这个大法官，那难以预测啦。那其实现在如果说真的高达80%，你这个关税是不行，那不是归零了吗？问题是你政府预算是不是有编下去？而且不要说他们美国了，其他国家都已经在随着你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关税的游戏，在那边修改这个国内的一个状况。像台湾应该也是有要补助一些企业，对不对？那如果最后归零，那这件事不是没了吗？那补助也没了吗？全部的全球都在陪川普玩这个关税游戏。亮哥，我们怎么看？你这个不要高估最高法院啊，因为这个是针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川普可以用另外的法律啊，那可以用301啊，所以即使这个被判违法，他还有别的法律可以用。他一开始就想把关税抓在手上。对对对，所以我跟你讲，关税没有那么快会结束了啊，一定要看到那个通膨越来越严重，那共和党国会不得不叫停啊。你不要寄望司法手段就可以把它停住了，他还有别的手段啊。那我觉得川普派国民兵啊，这个是芝加哥。那坦白讲，这个是有法律争议的啦。可是他就用别的法，他就用叛乱法，因为照理讲，你派国民兵去协调维持秩序，这个要州长同意啊，市长同意。芝加哥跟伊利诺都是民主党，所以他知道一定不会过的，所以他根本没有跟你讨论，他就直接派去了。然后他就说叛乱啊，那国民兵就先去啊。那当然，接下来就伊利诺州就会到那个联邦法院去打官司啦，说他这个是违法的行为，你要赶快给我撤走啊！我跟你讲，他目的达成了啊！我觉得他会如法炮制啦，接下来可能是波特兰 Oregon 啊，因为那个地方是 Antifa 的总部啊，当然要去冲啊，一定说这是叛乱团体啊。然后 Memphis 也要去啊，最高潮就是纽约跟洛杉矶啊。我跟你讲，川普，我认为川普打算把这个议题当作明年选举的主轴，现在在铺梗了。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关税没有成功啊，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善，可是老百姓希望治安好，这个有加分，所以他上次华盛顿搞那一波啊，他民调是上升哦，他觉得有效，发现这个议题是有效的啊，因为坦白说，有一些激进左派老百姓是不能接受了，而且确实有一些治安的状况啊，就有些地方人家不敢去啊，或者到处会有零元购啦，等等等啊，所以我认为他是故意的，而且这个东西他可以上镜头，因为美国媒体就这样，有冲突画面就会希望双方都来讲话啊，那川普就可以讲话啊，这个也有利于他的表演啊，所以这个川普如果要搞那个格斗赛这个郑重推荐，明年川普跟拜登来一场，那有什么好打的？这两个人打有什么好打的 ？OK， 当然这个现在他们这个国土非常的混乱啊，通膨可能之后也是一大隐忧啊。文基大叔，你怎么看？其实你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啊，虽然是同一个国家，可是它不同族裔的人啊，都不混居的。你看电影上好像什么黑人、白人啊、西班牙人啊，都好像亚裔啊，都好像和乐相处。大部分情况是互不往来的，而且连住都不住在一起。最明显的就是黑人跟西班牙裔，他们是住在自己的区里面的，他们那个区里面没有一个白人，也没有别的族裔，就是黑人。然后呢，西班牙裔现在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区就是整个区都是西班牙语的，里面都讲西班牙语。所以美国现在是国中之国啦，很多。那这也是川普讲的啊，他说我们美国现在已经被从内部侵略了。他讲的侵略了，虽然他讲是 Antifa， 某一种程度也是讲这种他说移民背景 invasion 啊，因为被侵略嘛。这个词是你只有外国的人跑你本国来才是侵略啊！你本国人在国内移居，这叫侵略吗？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他就利用这种他对情势的判断啊，那他下手以后去芝加哥，他就直接什么烟幕弹、飞机、什么子弹给你包围就进去。你看看那些被包围的那些人长相，都不是美国典型的白人。所以其实
我不是说白人都很种族主义，可是美国主流社会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乱源呐。我美国今天搞上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控制不住。你事实上都没有错。芝加哥附近的黑人区，一般人白天都不敢进去，不要说晚上了。你进去的时候，你开车开到那个路口啊，警察就过来一看，哎，你不是当地人，就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很危险，你赶快离开。所以美国这种地方很大的，所以川普派这种军队下去那边啊，恢复秩序，事实上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其实他真的是有票源。就拍手叫好，对不对？没有，他就觉得这些是问题啊，过去的政府都不敢动啊，对，都不敢动啊，只有他敢派军队进去恢复秩序。可是说实话，这个作秀的居多啦。美国会有这么多这黑人区、西班牙人区啊，里面啊跟第三世界一样啊，这是美国的制度使然的，美国那个系统使然的，基本上就是让他这些人自生自灭的。可是现在他们这些主流社会挫折感觉啊，美国怎么走下坡啊，就找到替罪羔羊。可是这种方法你没有办法解决美国这个贫富差距、种族对立啊，还有黑人跟西班牙人啊，他们里面作奸犯科比较多的这个问题，他只能短时期的让一些人啊有一时之快，可是长期会把这个问题越搞越严重。可是川普反正只剩下三年任期了。我看他也不在乎吧。美国的最近几任的总统都是炒短线的，所以可能又是要走一个爽一下痛很久的一个状况啊。岳清老师，我们怎么看接下来这整个局势？你把国民警卫队、把海军陆战队，你派到这个地方的社区里面去，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于说，你要派多久？1个月、2个月、半年，还是1年，还是2年，还是常驻啊？那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些社区、那些地方，它的治安为什么败坏？那坏在什么地方？那之所以会坏，就是因为毒品交易嘛，还有色情行业、非法勾当，或者是抢劫等等的这些。那再问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就是绝大部分的没有受过好的教育。这个基础设施比较差，然后他们的就业机会并不完善，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要努力去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把它从根本的这些问题解决的话，你派警卫队他守在那些地方，好，这些作奸犯科的他暂时他躲起来了，收起来了。然后一般的生活的百姓就看到你老是军人站在那边干什么？可是问题是，久而久之，他们的生活下去的毒品或者其他的还是没解决，因为他们还是靠那些来生活。他们可能找别的社区去发展，他们也可能看你慢慢的，你军人到最后也累了，你守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又开始恢复过去的了。你能解决问题吗？你现在你把军队派过去，真的是作秀的层面居多，因为你没有根本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芝加哥的市长他们谈的事实上是并没有错。他说根本问题不是这样嘛，根本的问题你要从很多地方里面来解决，你要从社会治安解决，那是治标；你要从教育方面来解决，那你的教育经费要不要多拨一点？我们的地方的社区要不要改建？我们要不要把人做疏散疏导？他们的就业机会在社会会不会被歧视？然后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可是问题就是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歧视这些人嘛，那他们本来的基本的问题都没解决，你今天只派一个军队守在那地方，慢慢的这些军人，因为这些军人很多就是来自于那些社区的，那他本身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军纪就开始涣散了，他本身也变成一个另外一种罪犯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川普是在玩作秀，他根本解决不了美国的长远的问题。好，所以我们看到，如果领导人呢只顾着炒短线，那么人民的苦还会持续下去。进广告。
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詹淑涵。好，带大家来看到呢，继续关注的是中国方面的一个状况了。我们来看到他们的一个相关的点名的一个动作，就是肃清军队，尤其是好像中美开始同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到日经这边就点名了这些共军将领啊，月底的4中全会可能会被正式的处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好像有人观察到很多高阶的将领忽然间就被消失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好，那他们就说了，这个专栏作家说，本次大约有200名的中共中央委员齐聚一堂，结果会议呢将会在解放军一片混乱中来举行，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将领，而且多数还被视为是习近平的亲信哦。结果呢是消失的一个状况，原本7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只剩下4个人。那习近平以外呢，除了习近平以外呢，就是副主席张又侠、陆军上将刘振立以及呢火箭军上将张生明。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中共20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出事的问题官员有46个人。好，4个人被点名出来。我们来看到的第一个是苗华。好，这个2024年的中央军委，那苗华上将突然间就被停职了。那当局说他涉嫌严重违纪。好，再来看到的呢，就是何卫东。好，我们也看到呢，他这个是2025年的3月以后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他之后呢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再来就是王春宁的部分，好，他是这2025年9月12，好，全国人大宣布罢免4名的军中高阶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啊，他呢其实是里头级别最高的，也是被失踪。好，再来看到王强的部分。他呢也是持续神隐，在解放军81建军纪念日的仪式也没有现身，93阅兵也没有现身。那现在呢也引发外界揣测，可能就是被清洗了。好，这4个都是非常高阶的将领，大家从他们的资历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再来呢，我们就来看到联合报这边就说了，解放军报呢始终呢是紧绷的，就是呢他们随时呢都要确保自己是可以战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看到解放军报这边10月6号就发文表示说，广大的官兵呢应该把深厚爱国之情转化为忠诚履尽职责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呢，其实整个军备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紧绷的一个情形。再来呢，也让大家比较震惊的消息呢，就是有所突破。怎么说有所突破？歼16倒飞只有锁定 F-22，震惊全球。之前呢，其实就有说它没有锁定，但是不知道是锁定哪一个机型，结果现在确定是 F-22的部分。那美军隐身的神话是不是就被戳穿了呢？而且还公布了相关的这个影像哦。那我们也看到呢，这样的一个消息，当然让大家非常的震惊了。那飞行员呢也看到说，仅用8秒就完成了火控雷达的锁定，随即就用10到15公尺的极限距离倒飞，然后掠过美军机的机舱的这个舱盖。那甚至呢，还扰动了这个军机的一个航向。所以这个美军能够神隐的这个神话，真的好像现在就有种被破灭的感觉了。那现在呢，还爆出的就是美国的军方是不是遭到另类的一个军备应该说器材的一个渗透哦？就是美国军方爆出了陆货混充堆高机，而且还换标签，把它假装成是美国制的。那这是美军营的一个消息哦，任务与目的的一个报道。那就说呢，联邦政府查获了一起工具机来源伪造的一个事件。那如果说可以这样换标签的话，那是不是其实军方有很多的这个漏洞，其实都被渗透进去呢？好，再来看到的是中美拼科技战哦，是不是东升西降？因为呢，我们看到呢，中国方面虽然历经了很多科技的围堵，不过他们其实蛮自立自强的，也请国家的权力来去做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他们现在有一个中国核聚变装置 BEST 的建设，而且还说是已经取得了关键的突破。那这样子的一个核聚变的一个装置呢，听说是比这个所谓的核能更加的安全哦，是一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状况。那如果真的取得关键的突破的话，那就是新的一个
里程碑喽。那专家就表示，他们2027年呢前后来建成，并且有望2030年就可以点亮这个核聚变的第一盏灯。那么能源呢就会因此被他们这样的一个技术带到另外一个时代去了。那我们再来看到科技新报呢，也有展现出无人机。我们知道无人机中国一向都非常的厉害。那这段画面也带大家来看，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惊。好，真的你可以看到呢，一个货柜可以起飞648架的小型无人机啊，就这样子井然有序的从这个货柜里头飞出去，而且呢可以一键来进行自动起飞任务，然后还可以自动回归到货柜当中。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真的井然有序，所以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惊，也让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国的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自立自强的一个精神哦。你如果防堵我，我就自己来嘛，所以也做到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那甚至呢，他们现在还试图的就是要来捍卫辉达的在这个晶片领域的一个垄断的地位。而且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一个聚落，不只要挑战辉达，他们还要挑战的现在 AI 模型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所以包括了你看阿里巴巴啦、百度啦，那他们都把这个 AI 大战呢视为群体作战。那既然你美国要防堵我，我就呢自立自强的来发展自己的一套技术。所以其实黄仁勋不是那时候也很紧张嘛，说你不能都不卖晶片给他们啊，如果他们自己发展起来怎么办？所以其实也有人看到这样子一个防堵之下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中美之间的科技大战，我们怎么来看现在的一个发展？亮哥，这个解放军内部做军中反腐的整顿啊，这个新闻已经非常久了。那西方不断的在强调嘛，那当然西方有一些媒体是故意把它引导到说，导致军方的不稳结果好像没有不稳93阅兵也是浩浩大大，对啊，没什么大问题啊。所以其实如果说军中反腐反到这么高阶，然后数量如此之大，然后还没出大事，那就人才济济，或者是表示习近平的政权非常稳就他们有挑战者然后93阅兵还有很多军事技术的突破都达标，那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贪污就该抓就这样而且级别都很高苗华这个何卫东这级别都非常高的，而且是有些是习近平的嫡系照抓，所以这个就是，当然我也不排除就有些人会故意去检举习近平的嫡系，那看你要秉公处理那看起来习近平是通通都抓，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其实中国大陆的科技最近军事上也好，还有民用的也好，我觉得美国大概都看到了啦，因为核聚变这个核融合这个东西大概在2022年之前，美国都是世界第一，而且投入的经费都是遥遥领先全世界。可是从23、24就开始，就突然之间中国的投入的预算就超过美国，这个一定是政府带动的啦那他们把它类比为现代的2弹1星他就认为这个是极重要的科技它的重要性是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军用的东西还有能源的配置这个它是立即产生影响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知道这个背后的意义了那无人机那个就不用讲了啦，因为这个只是民用，它是在做那个无人机的秀，这个如果军用对啊，那就是蜂群作战，它一个货柜就可以布好了，就这样。好，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科技的大战，然后武力的一个展示。文基大叔，我们怎么看？对中国大陆，当然它现在因为国家的整体力量在做这种各种科技的突破跟研发，所以这些消息几乎一阵子就出来。最近这个核聚变，它那个基座定好了，将来它就是人造太阳嘛，那所以这一部分它已经领先美国了，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大陆这个叫举国体制，然后计划经济，它有这个发力的结果。
因为美国事实上科技当然领先这么多年啊，人才资金都不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它的科研计划没有持续性。像他常常啊，这些啊，像 NASA 那些主任啊，常常会发表一些很这种怎么讲呢？很荒谬的一些这种非科学的言论。比如说，他说啊，中国大陆准备到月球去殖民，哎，现在要在大陆要把这个啊什么要把月球核武化。他后来人家讲说，哦，他因为他被逼急了，因为他不这样说的话，美国国会不会给他预算？哎，他没有预算呢，他这个 NASA 就空白了。所以美国1970几年就可以登陆月球，可是后来他计划停了，现在要登陆月球又不会了，技能失去了。那中国大陆它的这个科研，它就是一个国家政策、举国体制长期的推动。那10年、20年、30年、40年下来，它就累积了很多的这个成果跟经验，所以它突破的力道也强。那比如说最近讲的，我看这是因为是解放军报它公布了 F-16就把 F-22给锁定了，对不对？这就是科技的能力啊，因为 F-22是隐身战斗机，你的隐身性能被突破了。那所以就变成这个，其实我倒不是说它锁定，然后用倒飞的方式有多怎么样哈，去这个对美国最主要就是说，你的隐身性在中国大陆的现在的可能的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侦测体系还有雷达体系啊，像已经破功了嘛。那这个都是科技战，将来的战争不是靠什么，靠步兵拿着枪对杀，很多决定就是在高科技的能力上面。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中国大陆科技能力，去低估大陆的这个战力哈，还有它国家的实力。这样子的话，那一定会吃亏的。好，确实哦，人家国家领军哦，那个延续力道呢，是一般没有办法比的。岳谦老师，我们怎么看？先谈一下解放军啊，高阶的将领啊，一个一个被抓，这代表什么？他们的反贪腐已经法制化了、机制化了，也就是不管你官有多大。查到哪里就办到哪里，该办就办，该办就办，这个反而让军心更稳定，士气更高昂。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个单位里面看到那些贪官污吏一直在位置上，会贪官污吏就是不公平嘛。那为什么贪官污吏跟公平有关呢？收了钱就这个升官嘛，军队你有的就是升官的权利嘛。我收了你的钱，我就让这个人就升官；我收了你的钱，我就让这个工程让谁来做；我收了你的钱，我的采购就像哪一家企业买，那这个就造成了不公平。那所以当这些贪官污吏一个一个被抓以后，大家总觉得这个世道是干净的，是公平的，他反而军心更稳。但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就是说，他们的反腐的一个已经形成一套机制了，常态化了，法制化了。对立面来看的话，我们台湾怎么到现在没有抓嘞？你认为真的台湾那么干净吗？观众朋友，美国为什么没有抓？日本为什么没有抓很多？都偶尔才抓1、2个。但是事实上，贪腐的情况都很严重的。那为什么都不抓呢？因为不敢抓。这代表什么？代表反而是不稳定。所以你看到高阶官员只要涉及贪腐就被抓，这代表这个军队更稳定，士气更高昂。我觉得这是对大陆来讲的话，而且你看他们就直接公布，就一直公布，抓了就公布，抓了公布的就是代表有问题了，已经有查到那个证据已经很确凿。你证据不确凿，你不能随便侮辱这个人啊，不能让他们蒙上不名誉啊。但是一旦公布出来的，他本身就没有名誉可言，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把自己的尊严丧失了嘛，这就这么简单。